欢迎订阅时事快线。我们每日提供最新资讯，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为您呈现全球重要资讯。每天10分钟，了解天下事。下边是详细内容。一、阿里巴巴和百度利用自主设计的芯片训练人工智能模型。据印度教徒报报道，阿里巴巴和百度两家中国科技巨头正在利用自主设计的芯片训练人工智能模型，标志着中国在 AI 芯片领域的重要突破。阿里巴巴的寒光800芯片和百度的昆仑芯片已投入实际应用，用于训练大规模语言模型和深度学习算法。这一举措显著降低了对英伟达等外国芯片的依赖性。两家公司在自研芯片上的投入预计超过100亿元人民币。面对美国自2019年以来对中国 AI 芯片出口的严格限制，特别是2022年10月，拜登政府进一步收紧高端芯片出口管制，中国科技企业被迫加速自主研发进程。华为、海思、寒武纪等企业也相继推出 AI 专用芯片。相比过去完全依赖进口芯片的局面，中国企业现在能够实现40%到60%的自给率，预计到2025年，这一比例将提升至80%以上。二、中国福建航母穿越台湾海峡，日本在钓鱼岛附近发现。据德国电视台报道，中国福建号航空母舰近日穿越台湾海峡，随后被日本海上自卫队在钓鱼岛日称尖阁诸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持续监视。福建舰作为中国第3艘航母，于2022年6月下水，排水量8万吨，搭载电磁弹射系统。此次航行标志着该舰首次在争议海域执行任务，引发台海地区军事态势高度关注。这一事件发生在中美台三方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自2021年以来，解放军军机军舰频繁进入台湾周边海空域，仅2024年就有超过1800架次军机越过海峡中线，相比2019年每月不足10次的频率，现在几乎每日都有此类活动。日本也因此加强西南诸岛防务，将驻军从2020年的2800人增至目前的5200人。三、德国扩充军队以满足北约要求并应对俄罗斯威胁。据乌克兰 RBC 电视台报道，德国政府宣布大规模扩充军队规模，计划到2030年将现役军人从目前的3万人增加至25万人，以满足北约各成员国 GDP 2% 的国防开支要求，并应对俄罗斯威胁。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这是德国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扩张计划，预计投入资金超过1000亿欧元。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彻底改变了长期以来的和平主义军事政策。2022年2月，肖尔茨总理宣布时代转折，承诺将国防开支提升至 GDP 的 2%， 相比2021年仅占 GDP 1.53% 的国防开支，德国2024年已达到 2.12%， 成为欧洲军费开支增幅最大的国家。从裁军到扩军，德国军队规模将重回1990年统一初期水平。四、澳大利亚特使报告反穆斯林事件激增。据美联社报道，澳大利亚反种族主义特使塔拉卜·艾哈迈德发布最新报告显示，自2023年10月以色列哈马斯冲突爆发以来，澳大利亚反穆斯林仇恨事件激增300%，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报告记录了超过2400起针对穆斯林社区的歧视和暴力事件，包括清真寺遭破坏、穆斯林女性被辱骂等。艾哈迈德呼吁政府采取紧急措施保护穆斯林社区安全。这一趋势反映了全球反穆斯林情绪的恶化。澳大利亚穆斯林人口约63万，占总人口 2.6%， 相比2019年每月平均20起仇恨事件，2024年月均已超过200起。政府已宣布投入1200万澳元用于社区安全项目，并加强对宗教场所的保护。从2001年9·11秒事件后的反穆斯林浪潮，到如今中东冲突引发的新一轮仇恨，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会正面临严峻考验。五、工程师利用大型安全气囊开发飞机安全系统。据希腊航运报报道，欧洲航空安全局与德国工程团队合作开发出革命性的飞机安全系统，利用大型安全气囊技术为小型飞机提供紧急降落保护。该系统由直径12米的巨型气囊组成，
可在飞机引擎故障或紧急情况下自动展开，将下降速度降低至每秒3米以下，大幅提高乘客生存率。首次测试已在德国慕尼黑机场成功进行，计划2025年投入商用。传统飞机安全主要依靠降落伞和座椅安全带，但对于小型飞机紧急降落效果有限。新系统借鉴汽车安全气囊原理，结合航空材料科学最新成果，气囊展开时间仅需 0.8秒，相比过去小型飞机事故 70% 的致死率，配备该系统后生存率可提升至 95% 以上。从1970年代第一个汽车安全气囊诞生，到如今应用于航空领域，这项技术有望彻底改变小型航空安全标准。6. 内塔尼亚胡拒绝在定居点扩张期间建立巴勒斯坦国。据德国之声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明确拒绝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提议，同时宣布将在约旦河西岸新建5000套犹太人定居点住房。内塔尼亚胡表示，只有在巴勒斯坦承认以色列为犹太国家并放弃对耶路撒冷主权要求的前提下，才会考虑有限的巴勒斯坦自治。这一立场遭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欧盟外交高级代表博雷尔的强烈谴责。以巴冲突自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以来持续76年未得到根本解决。1993年奥斯陆协议曾为两国方案带来希望，但定居点问题始终是和谈最大障碍。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者从1993年的11万人增至目前的65万人。巴勒斯坦方面指控这违反国际法。从1967年6日战争占领约旦河西岸至今，以色列的定居点政策已成为中东和平进程的最大绊脚石。7. 特朗普政府寻求联合国改变全球庇护规则。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特朗普政府正寻求通过联合国难民署推动修改全球庇护规则，限制基于性别暴力、帮派威胁等理由申请庇护的资格。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联合国难民署执委会会议上提出，应将庇护资格严格限定于政治迫害和宗教迫害，预计影响全球约1200万寻求庇护者。该提议遭到欧盟、加拿大等国强烈反对，认为这将违反1951年难民公约基本原则。全球难民危机持续恶化，为这一争议提供背景。联合国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被迫流离失所人数达到 1.2 亿，创历史新高。美国作为最大的难民安置国，2023年接收了约60万庇护申请，相比奥巴马政府年均接纳7万难民的政策，特朗普首任期内将配额降至 1.5 万。从1980年难民法确立庇护制度，到如今寻求收紧标准，美国难民政策正经历重大转向。8. FTC 调查儿童和青少年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安全性。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启动全面调查，审查 ChatGPT、Character、AI 等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对儿童和青少年用户的安全风险。FTC 主席丽娜汉表示，已向9家主要 AI 公司发出信息要求令，调查其数据收集、算法推荐和内容审核机制，重点关注13到17岁用户群体，要求企业30天内提交相关材料，违者将面临每日10万美元罚款。此次调查源于多起涉及未成年人的 AI 聊天机器人安全事件。2024年发生了至少3起青少年因与 AI 聊天机器人过度互动导致心理健康问题的案例，其中一名14岁男孩因沉迷 Character、AI 而出现自杀倾向。相比传统社交媒体的被动内容消费， AI 聊天机器人的主动对话模式对儿童影响更为深远。从2018年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更新，到如今专门针对 AI 的监管行动，美国正构建全新的数字儿童保护体系。9. NVIDIA 和 OpenAI 或将投资英国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 NVIDIA 和 OpenAI 正考虑向英国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超过100亿美元，建设欧洲最大的 AI 数据中心集群。英国首相斯塔默与2家公司高管在达沃斯论坛期间举行会谈，讨论在英格兰北部建设配备10万张 H100 芯片的超级计算中心，项目预计创造2万个高技能就业岗位。
使英国成为欧洲 AI 算力中心，与美国和中国形成三足鼎立格局。这一投资计划体现了后脱欧时代英国重塑全球科技地位的雄心。英国政府已承诺在2030年前投资250亿英镑发展 AI 产业，并放宽对 AI 公司的监管限制。相比德国、法国等欧盟国家受到严格 AI 法案约束，英国采取更为灵活的监管策略。从2016年脱欧公投后的科技投资下滑，到如今重新吸引国际巨头，英国正努力在全球 AI 竞赛中占据战略制高点。预计到2030年 ，AI 产业对英国 GDP 贡献将达到2320亿英镑。LIGO 庆祝引力波探测10周年，并规划未来天文台建设。据《自然》杂志报道，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 LIGO 庆祝首次探测到引力波10周年，并公布下一代宇宙探索者引力波天文台建设规划。LIGO 科学合作组织宣布，已成功探测到超过100个引力波事件，包括黑洞合并、中子星碰撞等宇宙现象。新一代天文台将耗资50亿美元，探测灵敏度比现有设备提高10倍，预计2035年投入运行，能够探测到更遥远、更微弱的引力波信号。2015年9月14日，LIGO 首次探测到来自13亿光年外2个黑洞合并产生的引力波，验证了爱因斯坦1916年广义相对论的预言。这一突破为3位科学家赢得201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开启了引力波天文学新纪元。相比传统光学和射电望远镜只能观测电磁辐射，引力波探测提供了观察宇宙的全新窗口。从最初的理论预言到技术验证，再到常规观测，人类用了整整1个世纪才掌握这项革命性技术。11. 研究人员通过研究不可培养的土壤细菌，发现了新的抗生素。据洛克菲勒大学报道，研究团队利用先进的单细胞基因组测序技术，从无法在实验室培养的土壤细菌中发现了一种全新抗生素邻苯二酚霉素。该抗生素对耐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和结核分支杆菌表现出强效杀菌作用，有望解决抗生素耐药性危机。研究负责人肖恩·布雷迪教授表示，这种新方法可以挖掘 95% 传统培养方法无法获得的微生物资源，为抗生素开发开辟全新路径。抗生素耐药性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威胁。世卫组织数据显示，每年约70万人死于耐药感染，预计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增至1000万。自1987年发现最后一类新抗生素以来，人类已37年未获得突破性进展。土壤中蕴藏着地球上 99% 的微生物物种，但传统培养技术仅能获得其中 1%。从1928年弗莱明发现青霉素开启抗生素时代，到如今通过基因组学重新挖掘自然宝库，科学家们正努力重振抗生素研发的黄金时代。12. 由于居民拒绝撤离，以色列加强对加沙城的袭击。据爱尔兰时报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城居民拒绝执行撤离令后，大幅加强了对该地区的军事打击强度。以军发言人表示，过去24小时内对加沙城北部发动了超过150次空袭，摧毁了多座疑似藏有武器的建筑物，约有8万名巴勒斯坦平民仍滞留在战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警告称，平民伤亡数字可能进一步上升。国际红十字会呼吁交战双方保护平民安全通道。这轮冲突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来已持续16个月，加沙地带死亡人数已超过 4.5 万人，其中 60% 为妇女和儿童。加沙城作为该地区最大城市，战前人口约60万，目前大部分区域已成废墟。相比2014年保护边缘行动持续50天，本轮冲突规模和持续时间都创下纪录。从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以来，加沙地带经历了10余次大规模军事冲突，但从未有过如此彻底的破坏程度。13. 叙利亚总统讨论与以色列的安全会谈以及不断发展的地区关系。据埃及日出报报道，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首次公开表示愿意与以色列就边境安全问题进行直接对话，标志着两国关系可能出现历史性转折。阿萨德在大马士革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叙利亚准备通过俄罗斯或土耳其等第三方斡旋，讨论戈兰高地非军事化和边境安全合作事宜。以色列总理府回应称，正在评估这一提议，但强调任何谈判都必须以叙利亚停止支持真主党为前提条件。这一表态发生在中东地区力量格局深刻变化的背景下。自2020年亚伯拉罕协议签署以来，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打破了阿拉伯世界的传统立场。叙利亚内战持续13年后，阿萨德政府急需重建经济和恢复国际地位。相比1973年赎罪日战争后的敌对状态，两国如今面临共同的地区威胁，包括伊朗影响力扩张和恐怖主义威胁。从1967年6日战争以色列占领戈兰高地至今57年，叙以边境首次出现和解可能。14，OpenAI 和微软同意新的公司结构。据美联社报道 ，OpenAI 和微软达成新的合作协议，重新调整两家公司的股权和治理结构，旨在解决监管部门对人工智能垄断的担忧。根据协议，微软将减少在 OpenAI 董事会的影响力，从目前的观察员席位完全退出，同时获得 OpenAI 未来5年20%的收入分成权。OpenAI 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表示，新结构将确保公司保持独立性，专注于开发安全的通用人工智能。美国司法部和欧盟委员会对此协议表示初步认可。这一调整源于全球对大科技公司 AI 垄断的监管压力。微软自2019年以来已向 OpenAI 投资超过130亿美元，持有49%的股权，引发反垄断担忧。2023年11月，奥特曼被短暂解雇又迅速复职的风波，暴露了公司治理结构的混乱。相比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完全控制 DeepMind 的模式， OpenAI 试图在商业化和独立性之间寻求平衡。从2015年作为非盈利研究机构成立，到如今估值1570亿美元的盈利性企业， OpenAI 的组织架构演变反映了 AI 产业的快速商业化进程。15，联合国大会投票承认巴勒斯坦。据葡萄牙广播电视公司报道，联合国大会以143票赞成、9票反对、25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国。决议要求安理会重新审议巴勒斯坦的入会申请，并呼吁各成员国承认巴勒斯坦国。巴勒斯坦外长里亚德·马利基在投票后表示，这是巴勒斯坦人民争取独立70多年来的历史性胜利。美国、以色列等9个国家投出反对票，德国、英国等主要盟友选择弃权。这次投票发生在加沙战争持续16个月，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军事行动批评日益强烈的背景下，目前已有146个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国，但美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反对使巴勒斯坦无法获得正式成员资格。巴勒斯坦于1974年获得联合国观察员地位，2012年升级为观察员国家地位。相比1988年巴勒斯坦国成立宣言仅获得少数国家承认，如今国际支持度显著提升。从1947年联合国181号决议提出分治方案，到77年后的今天，巴勒斯坦建国仍面临重重阻碍。16，字节跳动的 Cdream4 0 AI 图像生成器引领基准。据科技雷达报道，字节跳动发布的 Cdream4 0 AI 图像生成器在多项国际基准测试中超越 OpenAI 的 DALL-E 3和 Midjourney V6， 成为目前性能最强的 AI 图像生成模型。该模型在图像质量、文本理解准确性和生成速度方面均实现突破，单张图像生成时间缩短至 2.8 秒，支持 4K 分辨率输出。字节跳动 AI 实验室负责人表示， Cdream4 0采用了全新的扩散变换器架构，训练数据集包含超过50亿张高质量图像。这一成就标志着中国 AI 企业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的重大突破。自2022年 Stable Diffusion 开源以来， AI 图像生成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美国对中国 AI 芯片出口限制迫使中国企业在算法优化上投入更多资源，反而推动了技术创新。相比2023年初 Cdream1 0版本仅能生成512×512像素图像， 4.0 版本实现了质的飞跃。
从文本生成图像的概念验证，到如今接近照片及真实感的输出效果， AI 图像生成技术仅用3年时间就达到商用水准。17. 联邦卫生官员授予疫苗自闭症研究无竞标合同。据底特律典籍报道，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向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授予一项价值2400万美元的无竞标研究合同，专门调查疫苗接种与自闭症谱系障碍之间的潜在关联。研究将追踪10万名儿童从出生到5岁的健康数据，分析不同疫苗接种时间表对神经发育的影响。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表示，这项研究旨在消除公众对疫苗安全性的疑虑，为制定更科学的免疫策略提供依据。这一决定引发医学界激烈争议。此前数十项大规模研究已证实疫苗与自闭症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包括丹麦涉及65万儿童的队列研究。美国儿科学会和疾控中心均反对这项研究，认为是浪费纳税人资金。自1998年，英国医生安德鲁维克菲尔德发表虚假研究，声称 MMR 疫苗导致自闭症以来，疫苗恐慌情绪持续蔓延。尽管该研究已被撤回，且维克菲尔德被吊销行医执照。从20世纪50年代疫苗普及挽救数百万生命，到如今重新审视疫苗安全性，公共卫生政策正面临信任危机的考验。18. 谷歌人工智能领导者强调，学习如何学习是未来的关键技能。据美联社报道，谷歌 DeepMind 的首席执行官德米斯·哈萨比斯在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时代，学习如何学习将成为人类最重要的技能。哈萨比斯预测，到2030年 ，AI 将在大多数认知任务上超越人类。因此，教育系统必须从传统的知识传授转向培养适应性思维和终身学习能力。他建议学校应该教授批判性思维、创造力和情商，而不是死记硬背可以由 AI 完成的任务。这一观点反映了 AI 对教育和就业市场的深远影响。麦肯锡研究预测，到2030年，全球将有3.75亿人需要转换职业或升级技能。相比工业革命用了几十年时间重塑就业结构， AI 革命的速度更加迅猛。芬兰、新加坡等国已开始调整教育课程，减少记忆性学习，增加编程思维和人际交往能力培养。从18世纪工厂模式教育培养标准化工人，到如今面向 AI 时代的个性化学习，人类教育正经历第4次重大变革，关键在于培养 AI 无法替代的独特人类能力。19. 美国敦促7国集团和欧盟对中国和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征收关税。据日本时报报道，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在 G7 财长会议上敦促盟友对从中国和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的企业征收高额关税，以进一步削弱俄罗斯战争资金来源。耶伦提议对相关贸易征收 50% 的惩罚性关税，预计影响中国每日进口的180万桶俄油和印度的140万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支持这一提案，但德国和意大利担心此举可能推高全球能源价格并引发贸易战。这一提案凸显了俄乌冲突对全球能源格局的重塑。自2022年2月冲突爆发以来，西方对俄能源制裁使俄罗斯被迫以折扣价向亚洲国家出售石油。中印两国2024年从俄罗斯进口石油总值达850亿美元，成为莫斯科最重要的能源收入来源。相比制裁前，俄油主要销往欧洲，现在 60% 销往亚洲市场。从冷战时期的技术封锁到如今的能源制裁，美国正试图构建针对俄罗斯的全方位经济围堵体系，但效果取决于主要能源买家的配合程度。20. 台湾部长警告称，如果中国入侵，将产生地区多米诺骨牌效应。据日本时报报道，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在台北安全对话论坛上警告，如果中国武力攻台成功，将在印太地区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威胁日本、韩国、菲律宾等盟友安全。顾立雄表示，台海冲突将严重影响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台积电生产的先进芯片占全球 92% 份额，一旦中断，将对全球经济造成数万亿美元损失。他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对台湾的军事支持，共同维护第一岛链战略平衡。
台海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为这一警告提供了现实背景。中国军机军舰2024年越过台海中线次数达1847次，创历史新高。美国国防部预测，中国可能在2027年前具备武力攻台能力。相比1996年台海危机时，中国军力相对有限，如今解放军已具备跨海作战能力。日本、澳大利亚等盟友已明确表态将协助台湾防务。从1949年两岸分治75年来，台海从未如此接近军事冲突边缘。地缘政治专家认为，台海已成为继乌克兰后全球最危险的潜在冲突点。21，特朗普政府将终止工业污染强制报告。据世界报报道，特朗普政府宣布将终止毒性物质排放清单 TRI 强制报告制度，允许企业自愿选择是否公开工业污染数据。环保署署长李泽尔丁表示，这一决定旨在减轻企业监管负担，促进制造业回流美国。该制度要求年排放量超过25000磅有毒物质的工厂必须公开详细数据，涉及全美2.1万家工业设施。环保组织强烈抗议，认为此举将使公众失去监督企业环境行为的重要工具。这一政策逆转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的环保立场转向。TRI 制度自1986年博帕尔化学泄漏事故后建立，38年来迫使企业减少了90%的有毒物质排放。2023年，美国工业排放有毒物质35亿磅，其中化工行业占60%。相比拜登政府严格的环境监管，特朗普承诺削减75%的环保法规。加州、纽约等州政府表示将维持州级强制报告制度。从1970年清洁空气法确立现代环保体系，到如今监管放松，美国环境政策正经历近50年来最大幅度的政策调整。22，朝鲜制定核力量与常规力量新政策。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朝鲜最高人民会议通过新的国防政策，将核武器定位为不可撤销的自卫手段，同时大幅增加常规军事力量建设投入。朝鲜国防委员会宣布，将核武器使用权限下放至前线指挥官，允许在遭受严重威胁时先发制人使用核武器。金正恩在政策宣布仪式上表示，朝鲜已完成小型化核弹头部署，拥有对美韩实施核打击的能力。国际原子能机构估计，朝鲜目前拥有50到70枚核弹头。这一政策调整发生在朝鲜半岛军事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的背景下。2024年，朝鲜进行了18次导弹试射，包括新型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美韩两国加强军事合作，部署更多战略武器到半岛地区作为回应。相比2018年新加坡峰会期间的缓和氛围，朝鲜如今完全放弃了无核化承诺。从2006年首次核试验到如今的核武装国家地位，朝鲜用18年时间跨越了核门槛。半岛局势已从冷战遗留问题演变为涉及中美俄的全球战略博弈焦点。23，查理·科克去世后，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散布虚假信息。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报道，保守派活动家查理·科克突然去世后，多个 AI 聊天机器人开始散布关于其死因的虚假信息，声称他死于疫苗副作用或政治暗杀。包括 ChatGPT、Claude 和 Bard 在内的主要 AI 系统都出现了类似错误信息。尽管科克实际死于心脏病发作，社交媒体上虚假信息迅速传播，24小时内相关谣言被转发超过100万次。AI 安全专家警告，生成式 AI 正成为虚假信息传播的新载体，急需建立更严格的事实核查机制。这一事件凸显了 AI 时代信息安全面临的新挑战。科克作为转折点美国组织创始人，拥有数百万保守派支持者，其突然去世引发政治阴谋论猜测，而 AI 系统无意中放大了这些虚假叙述。研究显示 ，AI 生成的虚假信息比人类创作的更具说服力，传播速度也更快。相比传统媒体需要编辑审核 ，AI 聊天机器人可以实时生成内容，但缺乏有效的事实验证机制。从2016年假新闻概念兴起，到如今 AI 助推的虚假信息泛滥，人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信息真实性危机。24，联合国报告详述朝鲜人权状况恶化。据加拿大电视新闻报道，联合国朝鲜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伊丽莎白·萨尔蒙发布最新报告，
详述朝鲜人权状况在过去1年中进一步恶化。报告指出，朝鲜政治犯营地关押人数从2023年的8万人增至12万人，其中包括3000名儿童。报告特别关注朝鲜加强边境管制后，脱北者数量骤减90%，从2022年的3000人降至2024年的300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呼吁国际社会对朝鲜实施更严厉制裁。朝鲜人权问题长期受到国际社会关注。2014年，联合国调查委员会首次将朝鲜人权状况定性为危害人类罪。新冠疫情期间，朝鲜完全封锁边境，加剧了人权状况恶化。报告显示，朝鲜公开处决数量2024年达到180起，是2019年的3倍。中国作为朝鲜最大盟友，拒绝遣返脱北者的立场也受到批评。相比1990年代苦难行军时期大量难民逃亡，现在的边境管制几乎完全切断了逃生通道。从金氏家族3代统治75年来，朝鲜人权状况从未得到根本改善，反而在国际孤立中持续恶化。新闻日日更，世界在手中。今天的时事快线就到这里啦，有想法的朋友我们评论区聊聊，明天见。